订婚当天，姐姐逃婚，我成为了姐夫的妻子。杨凌的逆女到底在哪儿？那可是周董钦定的未婚妻，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呀！周董，您再稍等片刻。10分钟后我还有会，违约的事，你们和我的律师谈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？不是你，没有看住那个不孝女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……姐夫，结婚吗？国盛集团的 CEO 周锦旭官宣结婚了。什么？他可是京市顶级权贵，年纪轻轻就能把集团做到行业顶尖。是谁这么好命能嫁给周董啊？下半辈子都不用打拼，躺着数钱了。这身形怎么看着那么像江医生？只可惜看不清脸。你别说，江医生也出身豪门，该不会董事长夫人就在咱身边吧？一个后妈生的女儿，身份低贱，也配和周董夫人沾边儿？谁不知道她母胎单身，婚都没结。江医生，又有人给你送花啦！一天3束花，不愧是咱仁和医院的女神，追求者真多呀。那可不，江医生能力强，脾气好，长得又漂亮，简直是完美妻子的人选。我要是男的，我现在就把她娶回家。嫁不了了，成婚犯法。啊！我结婚了。江医生，你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怎么可能直接结婚啊？家里介绍，挺合适就结了。我要去出差，有时间再联系。嗯。说起来，我们也只见过2次而已。还吹得有鼻子有眼的，江宁，你下次记得买个戒指，做戏要做虚。你让他看一下。还在效仿。下午5点落地京市，晚上回门。几点下班？我来接你。太太。结婚3天都在出差，这就是我的新婚丈夫，我曾经的姐夫周锦旭。抱歉，换班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没关系。第3天回门是京市的习俗，原以为他娶错了人，不会陪我回去。我还没来得及去买礼品，不如先去买点东西。我已经让助理安排好了。啊，麻烦了，谢谢。你最近工作很忙吗？还好。路程还远，你可以休息会儿。嗯。3天了，还没找到那逃婚的不孝女，你这江夫人是摆设吗？爸妈，回来了，
你们来了。嗯，景旭，你说你工作那么忙，这些东西让下面的人送过来就好了，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过来？这是应该的。走吧，里边去吧。走吧。快进来吧，进屋。来，进去。景轩啊，你跟江宁的婚礼啊，不办也行，只要我们两家保持合作关系，我们呀绝不会介意。婚礼会在3个月后的初7举行，届时我会宴请京市所有的名伶。那聘礼的事儿，听江宁的。没想到景旭对小妮这么上心。那就按长辈们的意思办。只要我的婚姻能让妈在江家好过些，怎样都行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不用，这没什么需要帮的。你快去陪景旭和你爸爸说话去，快去。妈，我难得见你一次。妮妮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和景旭相处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的？婚前婚后相处不到10小时，哪谈得上好坏？我知道，景旭是金圈出了名的工作狂，而且又不是一个会疼人的性格。要不是你姐姐逃婚，咱们江家又得罪不起周家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成为家族的牺牲品？都怪妈妈身份低贱，不是你爸爸的原配，还连累了你。妈，我们真的挺好的。我们很合适。那就好。婚房已过户到你的名下。离江家有段距离，我送你过去。今天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，不回去了。原来他是特地抽空陪我回门，谢谢啊。我们是夫妻，不需要那么客气。我会认真筹备3个月后的婚礼。爸，听说你老公出差回来了？多晚的飞机？这刚领证就跑出去出差，一点也不重视你。之前我就说，像他这样的老古董不适合当老公，任你傻乎乎同意了这桩婚事。哎，你说他要真是什么宝贝，你姐舍得给你？他挺好的。好在哪儿？难道昨晚你们俩睡了？他昨晚睡的公司。一结婚就出差，出完差就睡公司，他不会身体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们婚前交换了体检报告，没什么事儿。报告可查不出好不好用这回事儿。难道他真的是在为了白月光守身如玉？白月光？小道消息，周锦旭这次去沪市出差，就是去和他的白月光甜甜蜜蜜的。无论是真是假都没关系，只要能让我妈好过些。奇怪，我的内衣去哪儿了？我记得明明拿了的，落在卧室了。他不是在加班吗？
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喂，简旭，你刚结婚就出差，回来就住公司，让你新婚妻子独守空房，这像话吗？既然你亲口答应和妮妮结婚，你就要对她负责任。知道了妈，我今晚就回。现在就回。忙完了就回来了。我没敢动你东西，我不知道你睡那个房。你想分床睡？我们谈一谈。15分钟够吗？啊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坐。听说你婚前有一位白月光。你在生我的气？别误会，我没有生你的气。听说你婚前有一位白月光。白月光？就是你婚前有一个喜欢的女人。我们的婚姻关乎两家利益，情况特殊。如果你不打算立即断掉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我希望你可以把人藏好，不要被别人发现。毕竟，我们都需要一段稳定的婚姻。新婚第4天，夫妻独处的第1个晚上，我的妻子认真跟我讨论我的婚外情，说她不会干涉，不会在意。所以，如果我有，你能想到的只有这些。在这场联姻中，获利最多的就是江家。就算他在外面彩旗飘飘，我也没有资格质婚。毕竟天平从开始就已失衡，我注定是退让的一方。江妮，生意不是这么谈。首先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之间没有签订婚前协议，这就代表我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有你的一份。如果我真的私德有亏，你应该先找私家侦探调查取证，再借助媒体的压力，以威胁分割更多的财产，还可以要求博士补偿江家，继续保持合作。所以，新婚第4天，我的丈夫在教我怎么应对他出轨，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他说的对，我还是太冲动，我应该为自己争取更多筹码。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。所以你也可以断了找私家侦探的想法。糟糕，被看透了。我没有那样想。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婚前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介绍相亲，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其他的恋情。我既然选择了跟你结婚，我就会对你负责，对我们的婚姻负责。我对爱情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，更没有兴致去发展那些违背道德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我会对我的妻子绝对忠诚，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。江妮，我向你保证，你是唯一的周太太。除你之外，我身边不会有其他女人。我希望我们是正常、健康的夫妻关系，这就代表正常的夫妻关系该做的事情，我们也都会做，包括夫妻义务。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或者仓促，有些事情
需要时间去适应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这些事情不可避免。不就是夫妻义务，有什么难？今天算是我和他的新婚之夜吧。正常情况下，今晚是会履行夫妻义务的。11点半了，要睡吗？11点半了，睡吧。嗯。你好像压到我头发了。不好意思啊。我睡眠不好，你晚上不打呼噜吧？放心吧，我不打。这睡相跟小孩似的。早。早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索性中西餐都做了。辛苦了，谢谢。我吃好了，先去上班了。需要送你吗？不用了，我有车。江医生早。早。妮妮，你去查你老公白月光没有？我问他了，他说他没有。我去，面对周瑾旭那张冰块脸，你居然敢直接问出口，没生气啊？没生气啊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挺好的。好说话，这如今是谁不知道周瑾旭不近人情，行事狠辣？宝儿，咱俩10多年闺蜜了，你就别骗我了。他真的挺好的。你踢架踢傻了吧？怎么，老公长得帅又有钱，爱加班不回家，不理想吗？靠，有点道理啊。笑得这么开心，聊什么呢？江医生。喏，送你的。哇，快！怎么，不喜欢吗？是不是觉得不如上次的好看？这束花可是我刚从保加利亚空运过来的。原来之前的花都是他送的。抱歉啊，小高总，我不喜欢花。不喜欢花？那江医生喜欢什么呢？要不然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怎么单聊啊？我晚上有事儿。又有事？江医生，我可是院长的儿子，就算是你的直系领导，也不敢3番5次的驳我面子，是吧？抱歉，小高总，我只是个医生，我想我没有义务陪你吃饭。况且，我和别的男人吃饭，我老公会吃醋的。你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结婚了？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前不久。你认真的？没骗我啊？我还有台手术，先走了。是哪个男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跟老子抢女人？
张婶儿。啊，先生。他还没回来。太太说医院有事儿，会晚一点回，让我不用准备他的饭菜了。他的衣服大多都是浅色系，不会太艳丽，也不沉闷。哥，你不懂，女孩子的衣服首饰越多，就代表她受家里的宠爱就越多。你看，你跟我妈多宠爱我。只是会面积太少了。现在消费市场疲软，用户购买力下降，咱们必须调整产品定价策略。我们需要尽快拿出对应的方案。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商业模式，隔壁公司已经用 AI 做数据分析，效率提升了40%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是还在手术。技术部和战略部联合出一个方案，看看怎么把 AI 应用到现有业务里。周总，这个项目现在的调研情况就是这样。好，下一个。江医生也太辛苦了。江医生，喝点水吧，连着做了2台大手术了，还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们说江医生家那么有钱，干嘛还这么拼命工作啊？你们不知道，江医生从18岁起就很少再花家里的钱了。还没有下班？忙起来竟然忘了我还有个新婚丈夫，我应该提前跟他打一声招呼的。周董开会手机向来都是静音的，看样子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刚做完手术，现在准备回去。我去接你。没关系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自己打车吧。我已经在路上了。下雨了，在办公室等你。哟，江医生，怎么下班了还没回家呢？不是刚结婚吗？这么晚了，你老公怎么没来接你啊？我在等车。就算是这么小的雨，哪有老公会让自己的新婚妻子独自打车的？是不是啊？该不会你是骗我们的？你根本就没结婚吧？啊？怪不得结婚这么久，江医生都没有让我们见过她老公啊。江医生，不是我说你，像你这种资质平平的仆女，找不到像我男朋友这样优秀的很正常。不过我们都是同事，你没有必要为了面子扯谎嘛。病到这种程度，他得赶紧挂眼科。江医生，要不然啊，你就求求我说不定呢能给你介绍几个我认识的高质量男性，总比你口中那些什么虚构的老公要好多了吧？多谢小高总好意，我真的已经结婚了。江医生，那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老公啊？要不这样，你把他现在叫出来，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，我们陪着你。算时间，他也该到了。哎呀，你就别为难江医生了。你看看，这么晚了，上哪找这么敬业的演员呢？就算我们等到天亮，江医生口中那个什么所谓的虚构老公，也不会出现的。那一段的那个美妙，都
是她老公啊？这肯定是她老公啊！人家真结婚了，不是骗我的。我们回家。她老公再帅，也比不上我男朋友有钱又专一。不就是个小白脸吗？装什么呢？叶小姐，卡片掉了。高子琪，你给我说清楚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宝贝儿，听我解释啊！刚才的人是我同事，怕时间太晚，特地陪我等你。他好像有洁癖，抱歉啊，我肚子有点饿。哦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吃吧。这似乎不是回家的路，我们这是去哪？张婶已经下班了，家里没有吃的。云锦斋，可以。可以。下次加班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接你。不麻烦，我们是夫妻。夫妻，明明当初他选中的妻子是姐姐江玲，江家换我贴近，他到底为什么会亲她？他亲了，有错吗？等一下，我今天好累。我知道，我是拿空调遥控器，空调开16度，我怕你冷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禽兽，对吧？为了自己的情欲，强迫劳累的妻子。我每周末会休息，所以你希望安排在周末？与其总是紧张每天的晚间时刻，不如把这件事列入计划表内，安安心心把任务完成。周六可以吗？只不过我出差并不是。没关系，工作重要。如果哪天你不想只是履约了，告诉我。我跟你说，昨晚于佳蕊的脸被高子琪气得铁青，哼，捡了你不要的垃圾还来恶心你，真是活该遭报应。有事？江医生，明晚子琪哥哥要给我办生日宴，京师叫得上名的少爷千金都会去。你和你老公感情那么好，叫上他一块去呗。他工作忙，没时间。是没时间还是没见过世面拿不出手啊？你就当带他见见世面了。我说，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活该你和那渣男锁死我！妮妮，正好他不认识周董，明晚你就把你老公带来，咱狠狠打他脸去。回来了。这段时间他回家越来越早，估计最近不是很忙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怎么？有事？我同事
哦，就是余家的千金，她要过生日，你要不要去啊？你跟她熟吗？也不算。明天晚上我有一个洽谈，早就约好了。没关系，那我跟我朋友去就行了。我去洗澡了。怎么多了这么多衣服？杨林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江家的财产是我妈和你一起挣的，你要是敢给她花1分钱，我现在就去死！设计师每月都会送当季的新品到家里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？这给你。是需要我给你买什么吗？不是，这里面是博胜每年给我的分红，密码是我们领证的日子。明天我不能陪你去聚会，所以你就和朋友去买点喜欢的东西吧，就当是给你的零花钱。零花钱？他这是把我当小孩子。妮妮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周董没陪你来？他有商业饭局。没事，他不来也挺好的，免得太给于家蕊脸了。走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，江妮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哎，你老公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？哎，你老公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？他今晚有应酬。哼，高家和余家可是京城数1数2的豪门，多少人上赶着想攀附呢？怎么，你老公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要错过我宝贝的生日宴呢？啊？还是说他身份低微，你怕带他出来丢脸啊？你们瞎说什么呀？我老公的确工作忙，不像有些人，精力都放在情情爱爱上。江妮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家那个小白脸能有什么正经工作？说不定现在正在哪个3流酒局上给人点头哈腰陪酒呢。周董，余氏集团下半年的营收可都指望您了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这批医疗器械啊，全靠有您的投资，我也敬你啊。先生，我已将太太平安送到余家千金的生日宴了。告诉经理，那是他的朋友，按照酒店最高规格待遇招待。朋友？可我听说那位和太太的关系不太好啊。啊？他昨晚并未提起这事。他这是在给我报备吗？这酒不错。来，江妮，我敬你。哎，我原本以为啊，江家只会跟京市只手遮天的大人物联姻，没想到选了这么个垃圾，怪不得你姐会逃婚，留给你这么个废物，你真是好福气。哼，原来江妮是捡了他姐不要的垃圾啊！是啊，一个后妈生的女儿能贪得了什么便宜？她肯定是嫁的不好，才不敢把老公带出来的。都闭嘴！什么？林医生，是被我宝贝说中了，还是心虚了？哎，江妮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家老公到底是什么身份，才会吓跑江大小姐？别藏着掖着了，赶紧公开身份，让我们这帮人乐呵乐呵呀！就是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对我老公这么好奇啊？
就回去问问你父亲，让他告诉你。我爸？不可能！我爸怎么可能跟一个小白脸卑躬屈膝的？生日快乐！妮妮，你哪来的照片啊？他俩看到脸都绿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再乘胜追击，把周董叫来，咱们让他们见识见识。他不会来的。哦，妮妮，我有东西忘拿了，我先回去拿。啊，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顺路，过来接你。顺路，他的位置明明在反方向才是。走。要不要给你买点解酒药？不用，我喝了一点儿。我听说你跟于家千金不和，受欺负了没有？没有，我们是关系一般，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。你看起来也不像是跟人结仇的性格。所以不和的原因是？我当初刚入职，他跟一个医生表白被拒绝了，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表白了。他觉得没面子吧，所以处处针对我。这样，那我们回家。不用，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以后我会尽量陪你的。没关系，工作重要，这些事情我可以处理的。你先去洗个澡。哎呦，周总，您怎么会亲自给我打电话？是不是合作方面还有什么问题？您尽管吩咐。我这次打电话过来，是为了令爱和我妻子江妮的事情。听闻他们在聚会上有点小摩擦，不知你有听说吗？周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女儿被娇惯坏了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令爱名声在外，我夫人性格又软，他们俩同处一个科室，我未免有点担心啊。您放心，我马上给她安排调岗，保证她不在您太太面前碍事儿。麻烦您了。哎，安神茶助眠的，要喝吗？好啊。明天就是周六了，我们还不太熟悉对方，要不要循序渐进的熟悉一下？
先从接吻开始。先从接吻开始。好暧昧的话，像是调情，可偏偏从他口中说出，却又严肃的像是在完成任务。不过，这的确是任务，比起一步到位，多一点缓冲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好。난 사랑합니다. 철없던 사람아 이 밤도 나의 모든 것을 아스려 하나 철없던 사람아 오늘 밤도 내일 밤도 그리고 그 다음 밤도 영원히 난 기다립니다. 好像差不多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在说什么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似乎还不够。时间不早了。对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那你先忙吧。那你先睡。不是刚洗完澡吗？怎么又去了？他什么时候洁癖这么严重了？文助理。Baby, I'm falling head over heel, looking for ways to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. 文助理今天晚一些会带你去周家老宅量体裁衣。You by my side, I wouldn't change a thing. Finally, it's real. 擦一下嘴。嘴上沾到了一些。哦。妈，来啦。怎么阿旭没跟你一起啊？他还有点事，晚些再来。啊，坐吧。这些是国内首席婚纱设计师拿来的图纸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挑几套。这每一套至少都要花费几百万吧？按你自己的心意，多选几款。你去把小文叫下来，让他来见见嫂子。小姐，太太请你去见过大嫂。她一个后妈生的女儿，也配做我嫂子？我才不认！哼！小文被我惯坏了，口无遮拦的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。你看这套怎么样？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远房亲戚的女儿祝小思，小时候曾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在护士工作。小思啊，这是你锦旭哥的妻子江妮，按辈分你该叫她一声嫂子。嫂子，是你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救我！来，
没事吧？我去叫护士。谢谢。江小姐，之前的事情谢谢你啊，我这哮喘挺严重的，要不是你出手相救的话，我这命恐怕早就没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啊，夫人，不如让我带江小姐四处转转，好好表达一下我的谢意。去吧。走吧。那天之后，哮喘还发作过吗？好多了。这里呢是锦旭哥小时候的书房，里面都是他收藏的作品。市中心医院对哮喘治疗非常有效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其实我的病已经稳定很久了，那天是因为情绪有点激动。江医生，不怕你笑话，我有个两情相悦的爱人，他结婚了，不适合我。我俩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他妈妈不同意我嫁给他，逼他娶了别人。我那天听说他在仁和医院上班，就想着去看看，没想到这半路上发生意外了。无论如何，身体最重要，人要向前看。我知道，我都懂，可我就是放不下他。我们曾经明明那么相爱。你会遇到更好的。抱歉啊，这些话我藏心里很久了，一直也没有个人能诉说。我明白，但是他已经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你也要好好生活。谢谢你啊，江医生，我会的。我公司还有点事，就不留下吃饭了。那我送送你吧。锦旭哥今晚不回来吗？哦，他工作完就回来。哦，今天谢谢你啊。虽然有点晚，但是还是要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妈，谢谢。谢谢。拿开，我嫌脏。跟你嫂子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态度好一点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没事，我原谅你了，吃吧。明明当初要进门的是江家大小姐江林，她算哪门子嫂子？回来。跪次汤。没事，算了。跪就跪，谁让你假惺惺的替我求情？哼！近期啊，停掉他的银行卡，让他在家好好反省。小妮，你别介意啊，这孩子啊，真是越发没有规矩了。都吃吧，来吃吧。多吃点啊。看你怎么穿得出去。说来我跟这小丫头无冤无仇，甚至从未见过。
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换完了吗？没有，你等一下。换完了吗？没有，你等一下。反正今天是周六，是要履行夫妻义务的日子，大概率也穿不了多久。开始吗？好。我没有什么经验，如果让你不舒服了，告诉我。I'm always walking to the same old place, just in case I see your face. I'm gonna buy a drink and while I wait, I'ma eat my cake and make the same mistakes. 等一下，你有那个吗？没有，婚前我没有恋情，没有带过女孩子回房间。你是第一个睡在我卧室的女孩。我没有生孩子的打算。理由？我想先专注工作。我是医生，生孩子对我消耗太大了。现阶段，我没有那个精力。那现在睡吧。他一向忙于工作，清心寡欲。要不是家族有生子 KPI， 估计也不会有这方面的需求吧。All my fears have gone when you whispered to me. With me. 짙어진 밤도 감았을 때 어둠이 드리울 때 숨을 더 조여 심장을 파고들게 덫에 걸려버린 flame 거칠게 몰아세운 채 화살이 겨누어 벗어날 수 없게妮妮，
听说了吗？于家蕊不知道得罪了何方神圣，竟然直接被调去了宣传部。我听说你跟于家千金不和，受欺负了没有？难道是他的手笔？跨度这么大，那他心里肯定很不舒服。嗨，哎，那他的位置先在谁顶上？说起来也算是你的老熟人，就是你当初的白月光裴兆林。小妮，小妮，学长，我喜欢你，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小妮，你还小，不知道人生除了情爱，还有许多重要的事。请原谅我，不能舍弃前途，选择你。赵林哥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抱歉啊，这是我的过失，我全责。没事，那就请我吃个饭吧。好。这些年呢，在国外，我一直很想念国内的人。哦，还有这家店。这家店是挺好吃的，我老公之前带我来过。哦，我听林家说起过，你结婚了。刚结的。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，我跟他挺合适的。但我没想过你会突然结婚。家里介绍的，挺合适就结了。小妮，你说，如果当年我接受了你的告白，现在和你结婚的人会不会是我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从来不想如果。赵林哥，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婚姻。小心！那不是江医生吗？哎，这个江你怎么回事啊？明明都跟我哥结婚了，还在外面跟我……小文，小文，你别冲动。江小姐一定是习惯了以前的生活，一时间没有注意罢了。小思姐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？你跟我哥才是青梅竹马呀！要不是他横插一脚，你现在都是周太太啦。我跟锦旭哥有缘无分。小文，今天的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哥啊！他们两个刚结婚，我怕你哥会误会江小姐。小思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依我看，我哥就是被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给鬼迷心窍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博生告诉我哥。我哥如果知道了，他肯定会离婚的。哎，小文，所以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对啊，我两只眼睛我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，我都看到了。江宁和那个野男人行为举止亲密得很。那具体的表现在……具体表现在一起吃饭，有说有笑。他差点摔倒，被扶了一把。
还是跟别人共坐一辆车？反正就是不对劲。首先啊，江宁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，我相信他。其次，一个正常人有自己的朋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不必过分检点。最后，江宁是我的妻子，你应该喊嫂子。我先回家吃饭了，走了。哥，我一定会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临时有事耽搁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我跟朋友在外面吃了点儿，不太饿。头怎么了？哦，今天不小心追尾了，可能是撞的。伤得重吗？人没事，车坏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一点小事，我自己处理得了，不想麻烦你工作。从明天开始，让司机送你上班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。停到医院后面。嗯。妮妮，你说你老公怎么突然就飞去护士出差了？都4天了，他连一个电话都不给你打，你俩闹别扭了？没有，他可能最近很忙吧。哦，哎，正好他不在家，要不今晚去你家聚聚？我可有好多事儿想问你呢。周瑾旭有洁癖，估计不喜欢我和朋友在家放飞自我。行，好，那我带些炸鸡和啤酒。我先去忙了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是确认一下他的行程。喂，太太。喂，文助理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他这2天忙吗？哦，周董这边有几个项目正在推进，这几天相对比较忙。那他这2天回得来吗？预计还要几天吧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太太这是在查岗吗？周董，周董，有事？周董，周董，有事？关于集团最近的状况，我有些问题想和你探讨一下。你晚上有时写份间吗？报告发到我邮箱。我看你每次出差都买很多礼物啊，这个是我给老婆孩子准备的惊喜。我印象当中，你老婆不太看重这些。她不在意不等于不喜欢，她不说不等于不要，她说不要不等于真的不要。更何况这一点小礼物啊，能够促进夫妻感情和睦。哦，对了，周董，太太打电话给我询问您的工作状况。是吗？太太问我您什么时候回家，听语气她应该有点想您了。知道了。所以你跟裴大哥就没有后续啦？没有啊。哎，我还以为他是特意回来找你的，毕竟当初你为了他不惜改志愿读医，我以为你们会在一起的。我跟他不可能。哎呀 ，CP 粉心碎了呀！裴大哥多好呀，你要是跟他结婚，他肯定不会像周瑾旭一样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不闻不问的。有事业心怎么了？反正我觉得他性格挺好的，人也很好，我对我现在的婚姻很满足。
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忙完了。这是我朋友。我之前问过文助理，他说你还要几天，所以我……看来不是想我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只是嫌我在家不自在。周董好。你好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要不要我让司机？没事，我自己打车，不劳烦了。拜拜。我来收拾吧。你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。给我的？对。你怎么会突然送我礼物啊？我看到别人出差总是给自己老婆带礼物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一个。喜欢这个款式吗？挺好看的。你亲自去买的？对。是博胜和江家现在有什么项目推进吗？在沪市有一个百货公司的项目正在推进，下个月落地。难怪呢。其实你不用亲自去买这些的。你可以买一些贵重的东西，可以买一些拍卖会上的。你喜欢那些？我喜不喜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给媒体看。那些东西声势浩大，比较划算。他是在教我把这桩婚姻当生意谈。这个也是我顺路随手买的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下次给你带别的。你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，就告诉我啊。太太，给您伞。谢谢啊。这江宁还真不要脸，竟然背着我哥勾搭这么多男人。小文，说不定你误会江小姐了。小思姐，我都跟了他们好几天了，每天接送他的就是这个男人。不行，等我哥出差回来，我得赶紧告诉他，让他跟他离婚。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宣传部换了新的对接人，听说是于医生的闺蜜，从沪市来的，今天刚上任。那院长今晚岂不是又要开会了？哎，天天加班，我都没有时间相亲了。真羡慕咱们江医生英年早婚。哎，江医生，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？就是帮家里做点小生意。什么时候带出来给我们认识认识呗？那江医生怕是不敢吧？毕竟她的老公是个又矮又丑的老男人。什么？仁和一枝花竟然嫁给了一个老男人？我不信，江医生条件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和糟老头子结婚呢？江医生，难怪啊，你不让那个小白脸见我，原来是个冒牌货。我看你根本就没结婚，找了个老金主才是真的吧？周董，感谢您的投资，我们仁和一定会利用好这批医疗器材，证据，证据就在这里，连着几天都是这个老男人送车，车都不敢开到医院门口，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关系见不得人。小高总，于医生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证据？证据就在这里。连着几天都是这个老男人送你上班，车都不敢开到医院门口，怕不是因为你们的关系见不得人吧？哟，还是个豪车呢，难怪啊，咱们医院这么多青年才俊排着队给你送花，江医生连看都不看一下。你看，这哪有给老头当情妇赚的多呀？我去，这人岁数看着都能当他爹了。江医生怎么能为了钱做出这种事？没想到他平日里看着那么清高，竟然会卖身给老男人呢。就凭几张照片，你就断定我在外面当情妇？小高总，你应该去挂挂脑科。我们相信江医生的人品，
你们再敢胡言乱语，污蔑江医生的清誉，我现在就去找院长为江医生主持公道了。好啊，我是院长的亲儿子，我看你们谁有资格威胁我？江妮跟老男人拉拉扯扯，暧昧不清，证据确凿，你们怕不是被他骗了吧？他表面装的冰清玉洁，实际上他就是个为钱卖身的臭婊子。他怎么会来这儿？实际上他就是个为钱卖身的臭婊子。他怎么会来这儿？小高子，你的嘴太臭了，我帮你洗洗。不用谢。黑赵林，你为了这件事泼我，怎么他也跟你睡过啊？再说一遍试试。想在我面前英雄救美啊？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仁和到底是谁家开的！来人！你们没听到子期哥哥说的话吗？还不快让他们滚出仁和！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老婆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哇，原来这就是江医生的老公啊，好帅啊！这颜值这气场，跟江医生简直就是绝配。就是总感觉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原来他的结婚对象是周瑾旭。就算你真是她老公又如何？她已经背着你出轨了。我让我的司机送我太太上班，还需要跟你汇报吗？他竟会如此护着我。这一看就是你俩串通好的说辞。你一个小白脸，哪来的司机啊？你骗鬼呢？啊，小白脸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形容周董。高子琪、于家蕊，你们对我和我老公的造谣、诽谤、污蔑，我已经全程录音，证据会交给院长。最后看看谁会滚出仁和。哼，怎么还敢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。我和我太太的律师会对你们进行依法追责。我希望你们能够请一个好一点的律师团队，毕竟这是你们人生当中最不该省钱的时候。你怎么来了？是博胜和仁和有合作吗？对。刚才的事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不必书写。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以后会留出时间来送你上班的。不用了，我车已经修好了，已经很麻烦了。不麻烦的。以后你在医院受什么委屈，随时告诉我。嗯，谢谢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周董，告诉高院长，我不希望谩骂过我妻子的人继续留在医院里。是。赵林哥，你
你怎么还没走？哦，我看你手术结束太晚了，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送你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老公来接我。哦，你们似乎感情不错。小妮，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？我怎么不在办公室等我？刚刚遇到赵林哥，聊了2句。你好，我是江妮的朋友，裴兆林。我是江妮的丈夫周锦旭。我们白天见过。感谢你替我照顾江妮。我和小妮认识10多年了，她的为人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10多年，算是青梅竹马。赵林哥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对了，妮妮。啊？妮妮，我都没叫她这么亲密。研究报告截止到下周，别忘了提交。好，知道了。不是说今晚开会不来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临时改时间。哦。那个裴医生是你们科室的吗？我看你们关系挺好的。以前关系挺好的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也不会走上学医的道路吧。妮妮，关于研究报告的事情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你要去？我去书房处理点事。下周的事情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今晚没事干。有事？什么事啊？我这个应该很快。我这个应该很快，赵林哥。I know I said I'm okay, but to this day, it'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. 他今天怎么了？你刚才……我们还没有履行夫妻义务。可今天是周4，上周我出差，没有错。现在是5打卡，说好的事情一定要做。那好吧。别怕。与往常不同，这次开的路有些狠，也有些凶。
了自己，要我。对不起啊，你还好吗？明天还要拍婚纱照，我去给你拿药。还有其他地方的？哪疼啊？心疼？心脏怎么会疼啊？我看一下。林旭哥，为什么和你拍婚纱照的人不是我？哎，小四姐，小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四姐，我江宁的照片连我哥都没看过呢，怎么人和医院都传开了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小文，是不是你打印的时候不小心泄露出去了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查清楚的。小四姐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，不然被我哥发现的话，他肯定又要罚我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的呀。好了，看你急的。知道了，项目可以推进了。天啊，太美了！江小姐穿上这件高定婚纱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啊！是啊，江小姐真是我见过最美。周先生、周太太，可以准备拍摄了。哦。你真好看。来，两位给点眼神，拉丝一点，哎，亲密一点嘛。哎，新郎新娘靠近一点，哎，要搂紧一点。没关系，再紧一点。哎，好。你们俩跟陌生人似的。没事的，不要紧张，就当我们俩在独处。哎，好好好，保持住啊，很好。来，3、2、1。跟了周董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未见过他会为工作之外的事分神。周董，您看起来还挺喜欢太太的。喜欢。我去，千年铁树终于开花了。
应该说，我很满意现在的婚姻状态。嗨，太高兴一场。不过也是，像老板这样的老古董，怎么会动心呢？周董，夫人的寿宴晚上开始，太太让我问您什么时候过去啊？现在。哎呀，这就是阿旭的媳妇儿啊，长得可真漂亮呀！姐姐，还是你家阿旭有福气啊！一个后妈生的女儿，哪配懂什么礼仪规矩？还是江玲更配当姐姐的儿媳妇儿。王夫人这是喝多了。小妮，给王夫人倒杯茶，醒醒酒吧。好。王夫人喝茶。不愧是大家闺秀啊！你看这茶沏的呀，哎呀，简直是赏心悦目。难怪姐姐这么疼你啊！夫人不嫌弃就好。乖。夫人，夫人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谢谢。天哪，这可是宋代的汝窑瓷瓶啊！据说存世量极低，价值连城。到底是祝家出来的女儿，不像某些人送什么山水画，根本拿不出手。这送礼向来注重的是心意，我这个人啊，淡泊惯了，我呀还是比较喜欢小妮的礼物。当初就是你没用，都和阿旭发展到那种地步了，还是没能嫁进来，真是便宜江妮那个死丫头。那江家条件还不如祝家呢。妈，她一个后妈生的，哪配跟你比？你当时要是在阿旭面前哭一哭闹一闹，让他心疼你，哪里还轮得到江妮去霸占你的位置？这可能就是命吧。我跟锦旭哥有缘无分，即使再相爱，也走不到最后。你呀，真是的！江医生，不怕你笑话，我有个两情相悦的爱人，他结婚了，不适合我。我俩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。他妈妈不同意我嫁给他，逼他娶了别人。原来他当初说的人是周锦旭。哎，嫂子，在这儿干嘛呢？走啊，我们打麻将去。哦，我不会打麻将。没事儿，输了记你老公账上。走走走。少夫人，该开宴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等很久了吗？没有。听说你在里面和几个小辈玩得很开心，怎么样？赢了吗？输了，1个多月的工资都没有。那我们进去。我说呢，刚刚啊，我还跟阿旭聊着天呢，这一转眼的功夫呀，人影就不见了，原来是去接媳妇儿去了。我自己来。果然啊，这结了婚就是不一样。当初是谁说阿旭不会疼人的？看看他这样子。小思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。这不是最近给伯母准备礼物费了点功夫，
小四姐，你真傻！为了给我妈准备寿礼，跑了大半个地球，结果呢，还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秀恩爱。没事，只要他幸福，我就很知足了。抢了别人的男人，你很开心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有话不妨直说。你别装了，要不是你耍手段抢走了我哥，他早就跟小四姐结婚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四姐有多难过？你的意思是，简旭和祝小姐有一段过去？当然啦，他们很相爱的。要不是你，小文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嫂子，我跟锦旭哥没什么的，真的。小四姐，明明你跟我哥才是。嫂子，他就是个孩子，胡说八道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小四姐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嫂子，我之前不知道你是锦旭哥的妻子，所以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别放心上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工作处理完了？我来帮你吹头发。今天寿宴上，祝小姐送妈的礼物还挺贵的。他们关系很好。祝小姐，你是说祝小四？听说她之前住在周园。她是我妈远房亲戚的女儿。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，只见过她几次。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她和我妈的关系。怎么了？突然问她。好奇而已。这似乎跟我听到的版本不同。好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时间不早，我们去睡觉吧。好，走。明明前天才做完，为什么今天又回去？婚纱照也拍了，亲戚也见了，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啊！我跟他就是拍档夫妻，正常流程都会走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。怎么样？体检报告准不准啊？他没有隐疾吧？他身体挺健康的，很正常。幸好他对这种事情不太热衷，每周只做一次，不然确实有些太累。啊！他没事吧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了。这么小的狗，它要是继续流浪，肯定活不下去了。怎么不让我去接你啊？
你去买宠物了？捡的。林家怕狗，说得等到找到了收养人再把它送走。这样，你也怕狗啊？倒不是怕，就是不太喜欢这些毛茸茸的东西。对不起啊，我保证不会太久。这几天我就把它关在书房里，绝对不会乱跑的，可以吗？嗯，谢谢啊。以后你就叫毛球好不好？毛球。毛球，以后我就叫你毛球。滚开！毛球！你们还真挺像的。很晚了，不洗漱吗？哦。很晚了，不洗漱吗？哦。丹妮，你能跟我谈谈吗？哦。坐。还没有找到领养他的人。还需要几天？我认为你因为他压缩了太多我们之间培养感情的时间。你是说我们需要再亲密一点？我是说，你陪伴毛球的时间太长了，这样不利于以后你把它送走。动物也是有感情的，它越依赖你，离开的时候它就越痛苦。人也一样。我明白了。没想到周董居然这么讨厌宠物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联系领养人，把毛球接走。嗯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你好，小妮。赵林哥。是这样的，宣传部呢打算找我出一期基础病科普视频，你的专业能力呢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所以我想邀请你一起出镜。你别担心，就1个小时而已，用不了多长时间的。不是时间的事。哦，对，之后也会算入你的绩效考核。嗯，好，行。那我先忙。你忙。有事？周董，太太刚刚给我打电话。她给你打电话做什么？太太说今天有事要忙，让我去帮忙遛狗。
今天晚上他不会回来。走吧，我去遛遛你吧。哎，这么怕人，还让别人遛你，你怎么想的？走。天啊，裴医生和江医生好养眼啊！男帅女美，这也太般配了吧！别乱磕，人家江医生结婚了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哎，虽然江医生的老公也很帅，但是身份地位跟医学世家的少公子没法比啊，真是可惜。严重时呢，还可能引发肺炎、心肌炎等并发症，威胁生命健康。周董，太太很上镜。他本人比视频好看，那肯定。哎，预防流感呢？这不是裴医生吗？疫苗是最有效的手段。怎么？你认识？啊，他是我老婆的大学同学，以前实验做得很好。那时候他身边经常跟着一个姓江的学妹，听说也是学医的。他们关系还挺好的。老乔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老乔，别了吧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把它放回房间了。没关系，就放在这儿吧。啊？只要不让他进卧室就可以了。你要不要摸摸它？这样吗？你看他玩得多开心。摸球，摸球。经理，这次视频反响很不错，你现在有没有时间？我们电话讨论一下下周的内容。我们还有夫妻义务没有完成。啊？我还没有洗澡。一起洗。还有半个月我们就结婚了。明天我们回老宅，多试几件衣服。早上好啊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贪图享乐，听到没？小妮身量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是啊。我帮你。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, tune my heart to sing thy grace. Streams of mercy never ceasing, call for songs of loudest praise. 小文呢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下来？小姐闹脾气，说不想来。
这么大个孩子了，还这么任性，算了，不用管他了。那我们先回去休息。走吧。不是说不来吗？这是我家，我想来就来。小四姐也马上就来了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你就赶紧跟我哥离婚，成全他们。所以你讨厌我，是因为祝小姐？没错啊，要不是你，他跟我哥早就结婚了。你误会了，锦旭对祝小姐没有任何想法，就算没有我，他们也不会结婚的。不可能，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。那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呢？自然是小四姐亲口告诉我。锦旭跟我说过，他婚前没有任何情史，也没有任何喜欢的女人。至于横插一脚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江家和周家早有婚约，在你出生之前就有。若论先来后到，也是我先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胡说，一定是在骗我。你不信的话，就去问问你哥呀。希望你动动脑子，别再被人当枪使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又给你胡闹了？没有，还有几套礼服没换，我们进去吧。小文不懂事，竟选在这家宴的日子把你叫过来了。你别怪他这冒失的性子。是我冒昧打扰了，要不我还是改日再来。妈，小四姐可是在咱们家住过的人，她可不是外人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安心留下吃顿饭再走吧。是。听说啊，现在小四姐正在负责对接仁和的宣传部，真厉害。原来是他。光丽不是博胜的子公司吗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种事情递不到我这里来。吃苹果。锦旭哥，有事吗？你最近工作忙吗？不忙。啊，我这段时间都会留在京市的。这次拍短视频对出镜的医生做了背调，才发现这嫂子和裴医生关系这么好。既然是短视频，医生的私人情况就没必要说出来。明白了。小四姐和我哥不是很相爱吗？为什么我哥看她的眼神这么冷漠啊？难道江宁说的是真的？阿乔，今天回来晚了，一会儿就去遛你啊。时间太晚了，一个人去不安全。要不要一起？就当夫妻之间散个步。走。哎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贪图享乐，听到没有？我好像看到你以后教育小孩的样子，严肃的像个小老头。啊？没事。是想要孩子了吗？他是想要孩子了吗？怎么了？林家说找到收养的了，但是人在国外，得晚点来接。你难过了？相处久了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。你说的对，既然只是一段短暂的关系，
就不该动真心。花只是暂时盛开了一下，已经预见的未来，不该再有太多留恋。连家说收养他的人是他学姐，人很好。毛球能有一个好的归宿，也算是好结局了。毛球，找到收养你的人了。哼。好，卡，两位老师辛苦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拍摄一期 Q&A， 来回应一下近期网友最感兴趣的问题。请问裴医生和江医生配合这么默契，两位是不是情侣啊？不是，我和裴医生只是同事关系。江医生，朱小姐还有什么事啊？上次在周园，锦旭哥的方巾掉在我这儿了，还给你。似乎是他的东西。谢谢。嫂子啊，嫂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一条方巾而已，又不是大着肚子找上门，能算什么？我跟锦旭哥只是说2句话而已，什么都没有发生的。朱小姐，我相信你和我老公没有任何情感纠葛，所以你不用特意解释。嫂子，你看你误会了吧？我只是担心会影响你和锦旭哥的婚姻。你完全影响不了，你没有那个能力。我知道你想让我觉得你和我老公有什么关系，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关心。但如果你想让我和他离婚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嫂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锦旭哥的事情早就过去了。你跟他真的有所谓的过去吗？锦旭跟我说过，他婚前没有任何情史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所以朱小姐，你不用在这里演独角戏了。他竟会告诉他这些事？江家和周家的联姻非常稳固，无论你如何努力，都无法撼动，都是无用功。你怎么知道没有？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你长，而且我是真心实意的。你呢？你满脑子都是家族利益，你对他有一点真心吗？真心？我那么爱他，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应该是我。但是他现在娶的人是我。朱小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凭什么？你就是个后妈生的女儿，有什么比我强？哪怕他选的人是江陵，我心里都好受点。但凭什么是你？我不知道，但结局已定。希望你早日清醒。你不下楼吃饭，你在这孵蛋呢。自从上次你嫂子回来，你就一直在屋里待着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妈，你说小四姐跟我哥到底是不是一对啊？是不是他们明明很相爱，但是被你阻止了，他们才没在一起？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妈，你告诉我吧。你哥婚前连个母蚊子都近不了身，他哪谈过什么恋爱呀？可是我明明听说他们很暧昧的。你脑子不好呢，就去找你嫂子治。你哥要是有喜欢的人，那我至于为他结不结婚发愁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要在你嫂子面前胡说，要让你哥知道了，指不定怎么罚你。哎呀，晚了，我话都说完了。祝小姐是妈远房亲戚的女儿，我跟她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哥，是我误会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
祝小姐是妈远房亲戚的女儿，我跟她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哥，是我误会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锦旭，你妹妹也是被祝小司给骗了。那要不是她明里暗里表示和你有旧情，小王也不会犯蠢的和小妮说那些话的。哥，都怪我脑子不好，你就别跟我计较。你最应该道歉的是你的嫂子，她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。今天我妈带着小文来找我，说了她和祝小司做的事。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一点小事我自己可以处理，不想打扰你工作。对了，这个是祝小姐回周园那天说你落在她那儿了，让我转交给你。这是那天我不小心弄丢的。原来如此，倒是难为她捡回来了。祝小司呢，只是在周园暂住过，我跟他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管他说了什么，都不是真的。我知道，婚姻里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我相信你的人品。让开！我要见锦旭哥。抱歉，周董，我没拦住。什么事？锦旭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在工作上是有什么疏漏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开了呀？我在光丽勤勤恳恳，好不容易才熬到经理的位置，你这不由分说就把我给开了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解释呀？因为什么？我想祝经理心里有数才是。是嫂子跟你说了什么吗？锦旭哥，我就是不小心捡到这个方巾的，而且我也跟嫂子解释过了，你不能因为她误会我们的关系就让我失去一切吧？江妮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任何的不是，现在对你有意见的人是我。你变了，你以前从来不会公私不分的。锦旭哥，你真的这么喜欢他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一个后妈生的女儿到底有什么好？她是我的妻子。你听好了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编造无中生有的故事，来破坏我的婚姻。另外，于佳蕊已经向律师说明了，那些污蔑我妻子的照片来源于你，所以你收到的不只是辞退信，还有法院的开庭通知。嫂子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对你说了很多过分的话，对不起啊。这个是我用我全部的零花钱买的礼物，希望你这次能原谅我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那我们算是和好了。你真好。喂，妈。二小姐，你快回来看看夫人吧，快把药拿来呀！马上就来了，医生到哪儿了？医生还没到吗？路上呢，快了，就快到了。妈，连雪、小妮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听说您病了，
我和小妮就过来看看你。我没事儿，就是小感冒而已。这是谁这么多嘴呀？还劳烦您过来一趟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应该的。孩子们有孝心，你就少说几句。景旭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好南郊有个项目。妈，他是不是又打你了？没有的事，我就是摔了一跤而已。小妮，不说这些了。妈问你，你跟景旭相处的怎么样？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，真的。他虽然表面看着冷冰冰的，但是人品其实挺好的，也很有责任心。是妈对不起你，没能让你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妈没用。妈，我们感情真的很好，我也是真心喜欢景旭的。妈的身体我有点担心，这些天我想留在江家照顾她。博士那边有项目在推进，我处理好了就过来陪你。不用麻烦了，这种小事我自己处理就行了。那个，就是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毛球？最近张婶不在家，所以我……好，我走了。当初让你替嫁，还真是选对了。你要好好和景旭相处，不要像你姐姐一样任性。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江宁那个不孝女的消息。我动用了所有关系，确实没有玲玲的任何消息。张云，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养出了个废物，是不是？别唱，妈，不要吃药了！我求你，你千万别打我，求你！毛球，今天回来晚了，一会儿就去遛牙。想不想妈妈？毛球，是不是想妈妈了？可是他最近都不会回来了。我带你去找他吧。走。谁让你进来了？越来越没规矩！出去！妈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跟你爸还有话说，你回房间去听话，一起回去。不是，别过来！别以为你嫁给景旭，就可以插手长辈之间的事儿。要不是你姐逃婚，这种好事儿也轮不到你。那我还应该感谢你，为了江家的利益，送我成为姐夫的妻子。你能替江宁嫁给周家是你的荣幸，你应该庆幸现在没有他的消息，否则他一定会把属于他的婚姻抢回去。3天后就是你的婚期，你还是好好筹备一下你的婚礼吧。别忘了，对周景旭而言，谁都可以成为他的妻子。我劝你还是恪守本分，当好江家的乖乖女。
妈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想你了。毛球想妈妈啦。子旭，我想尽快结婚。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，也是我第一次心跳的这么快。妈，我们感情真的很好，我也是真心喜欢锦旭的。好啊。走。周锦旭先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娶江妮女士为妻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都始终与他相伴相依，不离不弃。我愿意。江妮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周锦旭先生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都始终与他终生相伴，携手同行。我愿意。周先生，周太太，后天的婚礼大概就是这些流程，麻烦您跟我过去确认一下流程的细节问题。嫂子，你今天好美啊！傅一，你后天就要结婚了，感觉好不真实啊！只可惜这不是一场纯粹的婚礼，比起山盟海誓，我更想留住母亲的一线生机。嫂子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谁允许你嫁给周锦旭的？姐，谁允许你嫁给周锦旭的？你是什么人？敢砸周家的场子？姐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你突然就走了。江家又不能得罪周家，爸只能让我顶上了。让你去你就去，当盘菜一样送到他嘴边。我觉得锦旭挺好的，好东西轮得到你啊？老爷子是不是和周家达成了什么协议啊？据我所知，都是一些商业合作，没有异常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周锦旭不是傻子，怎么会同意你替我嫁过去？算了，指望你这脑子，我不如等天上掉馅饼。婚期什么时候？后天。你不准嫁，拿着钱，离周锦旭远远的。老爷子那边我会解决。你今天就消失。周锦旭，找我什么事？5点钟我有一个电话会议，你有15分钟的时间。为什么娶江妮啊？我需要一段婚姻。江小姐这次回京市，不只是为了问这个吧？当然不是。我要你取消婚礼。不可能。两家的合作稳步推进，婚礼的请柬也已经发出去了。这场婚礼人尽皆知，势在必行。周锦旭，你摆明了要故意整我是不是？我承认，
我故意逃婚是让你颜面尽失，你有气冲我来，你拿我妹出气算什么本事？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时间拿你出气，更没有这个兴致。江小姐刚回京师，或许不知道，我跟江妮在3个月前已经领证了，她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。什么？你们俩领证了？不是周景旭，你疯了吧？江妮有喜欢的人，他等了很多年才把他等回来的。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。他妈都快被老头子给整死了，为了保住他妈妈的命，他什么都得听他的。你还能让他跟你说什么？行了，江家的事儿我自有办法。至于你，你要是还有一点点良知，就取消这场婚礼。离婚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能赔周家的婚事？怎么不能离？我又没同意她嫁给周锦旭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让你走吗？哼，我看你就是看她嫁的风光，才心生妒忌。当初你要是不走，周家的少夫人本该是你。现在后悔了？可以，那后天你替你妹妹嫁回去。你为了傍上周家这棵大树，还真是丧心病狂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我不嫁，她也不会嫁出去。混账！你别想着破坏两家合作的好事儿！姐，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想靠嫁周锦旭压我一头？姐，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。你为什么要阻止这段婚姻？我不想看你过得比我好。姐，你当年不是很喜欢裴昭林吗？不是为了他改志愿学医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况且我学医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你别嘴硬，我不需要你帮我善后的。你现在回去跟他离婚。爸是不会同意的。出了什么问题我担着。我是江家和白家唯一的血脉，他就算再生气，看在我妈财产的份上，他不会打死我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就当弥补当年欺负你的错。姐，这些年我一直偷偷联系江氏集团的股东，就差一点就能夺走他的位置了。我希望你能成为江氏集团新的掌权人，就请你再帮我一次。昭林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妮，所以一开始要跟周锦旭结婚的人是江玲，你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原来江玲说的是真的。小妮，你喜欢他吗？或者说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昭林哥，明天我就要出国了，小妮。离开他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夕阳下黄昏，亲吻泡沫，在你身边是最安心的时刻。你的背影回来了，陪我沉默，有一种默契不领养毛球的人来了，说要把他接走。冰的啤酒代替不说。
的失落。你脚怎么了？我姐回来了，她和爸吵了一架，误伤了我，没什么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我来。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还有很多路要走，伤口不好的话会疼的。这个给你，这是什么？新婚礼物，里面的钱，就算你不工作，也可以衣食无忧一辈子。要搬到江人山的确需要钱，周建勋，这笔钱算我借你，谢谢。你的存在治愈我，雨慢慢成了，海风还吹着，我也愿意做你的逗号，只持着别相信你，从来坚定又问号，逼着走着，我就永远不会跌落。我喜欢你，能不能不要走？江宁，不要走。只要江宁愿意离婚，我同意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能反悔。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在江氏集团的动作，我的股份可以分给你。周家和江家可以继续保持合作。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请你送小妮的妈妈出国。什么？周简旭，你这奸商脑子里进水了？这可不划算。喂，哥，好端端的，你怎么提前1天办婚礼啊？是啊，这眼看就要误吉时了，小妮在哪里啊？混账！混账！你们竟敢串通起来算计我！这些年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，你们究竟还有哪里不满意啊？你为了霸占我妈的财产，活生生将她逼死，又娶了二房，对她百般羞辱欺辱。你仗着江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，将妻子女儿都当做男人的附属品，你心里从来没有过亲情，只有无穷无尽的算计和暴力。住手！小妮，你姐姐这么做都是为了抢走你的婚姻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她的鬼话。快，赶紧去找锦旭，让他帮我东山再起。我不可能再答应你。爸，忘了告诉你，如果不是江宁这些年暗中收买股东，这事儿也不会那么顺利。小妮一向乖顺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。江宁，你别忘了，是我为你争取的这门婚事，如果没有我，你怎配攀上周家这狗枝？你在意的只有江家和周家的合作，在你心里，我们所有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棋子。我不想再看到我妈为我婚姻流一滴眼泪，我也不想我妈为了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，牺牲掉自己的性命。所以，这场闹剧到此为止。小妮，哭哭啼啼的干什么？你不是还有话要跟他说吗？江连山，我从24岁就跟着你，我承认，我当初是贪图荣华富贵，
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夫妻不是主仆，婚姻也不是交易，不是你在外面赚这么多钱，回到家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打骂侮辱我。我不仅仅是江家的主妇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价值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正式跟你离婚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伤害我和我的孩子。你们真是反了天了！父亲病了，送他去医院好生照顾，直到完全康复。以后江家的事儿我说了算，要走要留随便你。妈，小宁，妈这一辈子都困在这儿，今天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。要不要跟妈一起出国？所以你想好了要跟他们一起出国了？我们其实说句公道话，周瑾旭好像挺喜欢你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逃婚吗？抱歉，这桩婚事非我所愿，我没打算结婚的。出于对江小姐名声的考虑，婚事取消后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。老娘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被人这样羞辱。既然他说不想结婚，那又为什么会娶我？不过说实在的，他对你的确挺上心的。那天我告诉他你喜欢裴兆林，又把你为了你妈才嫁给他的事说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竟然打电话给我，拿江氏集团所有的股份让我送你妈出国。所以你看，就算你今天跟裴兆林跑了，他也没拦着你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你不知道，他为了帮你吸引周家的注意，特意改了日期，选在今天办婚礼。你要是今天再不走，明天你可就逃不出京师了。你要是今天再不走，明天你可就逃不出京师了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我从没想过我要走，我只是舍不得妈而已。妮妮，你要不要跟妈一起出国？妈，我还是想留在京师。是为了景旭？看来他真的对你很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是从今以后，我真的不想再见到有关江仁山的一切人和事。原谅妈妈不能参加你的婚礼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找他结婚呐！快去啊！走啊！小妮，对不起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赵林哥，那天晚上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你不是自愿的。嫁给他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最敬重的哥哥。哥哥，我明白了，小妮，我永远祝你幸福。我明白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要我说，这周董也是够倒霉的，被江家大小姐逃婚了不说，现在连带着江家二小姐也跑了。
再有钱有势又怎么样啊？就他那冷冰冰的性格，活该留不住老婆。闭嘴！小文，哥，你跟我嫂子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把她找回来再说，不能让全京市的人看我们周家的笑话。他应该是不会来了。景旭，你说什么？抱歉大家，婚礼取消了，请大家自便吧。啊？这怎么取消？取消了？真取消了？啊，那走吧。嫂子，是嫂子。来了！是嫂子，是嫂子。 아무래도 난 네가 좋아 아무런 말도 없이 웃던 나를 안아줘 babe 오늘을 기다려줘 그대 달콤한 나를 봐요 그대 yeah. 지켜줄게요 babe 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我来晚了。给我吧。 你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你。我希望未来在我身边的人一直都是你。毛球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所以我就从领养人那儿把他接了回来。 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再见到你。所以，江宁，你愿意成为与我白头到老的妻子吗？ 恭喜啊！百年好合！生日快乐！老公，我会好好爱你。我也会好好爱你的。 I died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, darling. Don't be afraid. I love you for 1,000 more. Time stands still. Beauty in all she is. 老公，其实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同意江家换我家里呀？我问你一遍，救不救？不救是吧？我救。 所以，你对狼狈至极的我一见钟情？与其说是喜欢，不如说是欣赏。从一开始，我理想妻子的人选就是你。不要分心了，今天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。可今天是周四。 很多人喜欢你，因为你漂亮好看，
会说机灵话，有句好话。这些喜欢，都暗含着很多的期待。而有的人喜欢你，是看见你哭和狼狈，知道你辛苦平凡，允许你不美又不乖，还想把肩膀和糖果都给你。